家好，现在呢，我朋友带我来到了一片新的地方啊，面对的是一片辽阔的湖泊，应该叫哈里松 Bay 啊，还是哈里松 Lake， 我也没搞清楚啊。你看到边上的山脉啊，那些秋色的很浓的秋意啊，像那种枫叶的那种黄色，可能不够冷，所以它还不是特别黄。其实这边呢是一个温泉，你看啊，边上就是一个 hotel， 边上就像中国某些度假小镇，大概情况是一样的啊。这边呢也有一些餐馆啊，可以喝咖啡，也可以吃些东西。但是据说呢，这里价格不菲，因为它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啊。稍稍的在这边走两步啊，观光一下。就加拿大的这种郊野的地方，或者说是这种地区的公园啊，像这种是比较正规的，但很多呢，其实它就是天然而成的这种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等等啊，就都非常的恬静，因为人真的不多。像这个呢，应该已经属于旅游区了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应该是度假房吧，我想象啊，就是大家在这边租房子或者就有一个度假屋。但也不排除那些人就在这边工作的。这边呢，我准备走上两步来看一看，面对这个湖，稍微来散散步啊。这里非常适合踩个单车逛一逛，但今天没有带单车来。你看啊，这些房子啊，大概4、5层吧，每一层的阳台都很大，都可以望湖。我觉得这样的房子啊，无论是度假还是常住在这边啊，都是非常美妙的。当然了，你如果要住在这边的话，你就要有生活的来源，你就必须要有收入。但是呢，其实在加拿大不见得你要有一份非常专业的工作。即便是你在这个小烫里面啊，做一个职员，或者是加油站做一个店员，或者其他的任何的服务工作，或者就是一些森林的管理者、马路的这些管理者，其实你都可以有一份养得活自己的收入，而且呢，确确实实来讲啊，你可以过上一个与世无争、符合在中国来讲，可能就是一个中产的这么一个生活。这边呢有一个简易的导览图，这个地方呢叫哈里森 Lagoon， 哈里森 Hot Spring， 就是温泉。你看啊，湖边这些树木，哎，这个应该是杨柳树啊，这个我是应该第一次看到加拿大的杨柳树啊，让人想起在杭州西湖边上那些垂柳啊，但它不是垂柳，它长得是一蓬蓬的，这个形式有点不太一样。你看这一路过去吧，还挺多房子的，就在这个山脚下，我就突然想起以前去过的一个小地方叫 Palm Spring， 在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。不是旧金山啊，在洛杉矶之间的有这么一个小城市，里边呢就是有一个 Olay，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山边。当然那边的山是光秃秃的，没有什么看头的，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去，底下呢就是形成一个旅游者的一个小镇啊。你看在这边啊，稍微走几步，真的面对这个辽阔的湖滨、湖水啊，心情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啊，就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啊，甚至刹那间就会觉得说，
什么都可以放弃啊。但是我想坐上车回到自己家的时候，恐怕又不见得会有这样的持续的想法了。毕竟呢，人他有时就需要这样的这种迷幻的地方，但是更多的时候呢，你是必须要回到现实。这就是这个湖啊，感谢我的朋友带我来这边。其实以前加拿大来过很多回啊，但老实讲，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。相信还有很多更美妙的自然环境啊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呢，就享受旅途的美妙的风景。我的朋友被人家抓去拍照去了。真的是 incredible view， 确实很美啊。这边呢有很多的一些小房子啊，应该都是一些 motel。motel 呢就是汽车旅馆啊，就是开着车直接停到自己的楼下，就租一个小房子，我觉得也很美的。看看这个湖水，看看远方的山。你看这个 motel、hotel 是一家连着一家啊，这就让我想到了广州的从化温泉镇啊，感觉不太一样，因为那是一条河，当然也是一个温泉名镇，也有很多温泉旅馆啊，也是适合中国人在那边休闲观光，然后呢泡泡温泉啊，大家过1-2天舒心日子的地方。但这边呢，明显的就是北美的风光啊，非常的辽阔大气。它呢就是一种让人啊能够境界有所升华的地方。因为在这边呢，你真的无法拥有这一切啊，因为太大、太为宽广、太为雄奇啊，就这些你是没有办法。Hello, it's raining 下雨了啊！你看这边的一些老人家呢，其实应该都很大年纪了，他们就推着一个就是支撑自己身体的一个步行车吧。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有点孤独啊，没有身边的子女陪伴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居民啊，哪怕是不认识的人呢，也会给予他们很多的关怀。你最起码能够找得到人陪伴说话，而他们呢，崇尚的是一种比较独立，但凡自己还能走，哪怕依靠一个步行车，也可以很独立的在这边生活。这边还有小孩子的游玩的一些东西啊。在这边买点吃的，也可以在这边闲坐一下。但我不太清楚，这个是一个游泳的地方吗？还是这一片就是围成的一片小沙滩？搿地方灵啊！我老早没来过。所以它这个是侬当心耳朵风头小心。是旅游区嘛？是呀。所以讲是有的人到这来旅游啊，搿地方的山侬看到伐？云雾缭绕啊。是啊。搿上头搿个云所以我有时候旅游呢，总觉得夏天雨多云，但是最好呢
时不时出太阳，时不时有云，这是玩山是最好。是啊。因为我老早没，就除了去肇庆看到这种山以外，82年的辰光去黄山，哎呀，云雾，那个彩虹，那个云海，全部看到。因为那天去的时候，2天都是一半下雨，一半出太阳，会下雨，会出太阳，那真是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但后面去过2次都不打。后面呢就是这个度假酒店啊，温泉宾馆。这里看过那些大鸟啊，刚才看到白头鹰，还有很多的大鸟。这边有2只小麻雀，非常的可爱。它们个头虽然小，但是我看它吃的肥肥胖胖啊，应该也生活的不错。既然来了啊，我们也到这个酒店里面去逛一逛，看一看。看到这些住客啊，穿着白色的浴袍吧，这个应该就是进到酒店里面。Hello。这是他们的对 check in 的地方，看起来是很古朴啊，但是很温暖的感觉。你看这个客厅啊，还烧着火呢。非常棒的感觉。这还有一个古老的三角形。好玩的是，这有个大比尔，加拿大特色。这个休息区还是蛮多的啊。很漂亮的度假酒店。明白。对。上到2楼，依山而建的一个酒店啊。一个餐馆。这边应该
湖的景色。晚上有伴，对，非常好，好多人在那跳舞。给到出去吧。可以。在下雨的云越来越多。嗯，是。今天就是走过路过啊，跟着朋友，承蒙朋友的好意啊，专门开着车啊，到1-2个小时，可能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地方啊，去了2个地方。刚刚呢，去到一个看白头鹰的地方啊，其实是三文鱼回流地方。这边呢就是一个温泉啊，在这边下雨了，幸好呢下得不大啊，我就环顾一周，来结束这边的随拍的分享。人生啊就这样，需要一些朋友，走到各处呢都会有亲情有友情，大家呢君子之交啊，但是相处得非常愉快，能够结个伴，在这些山水之间能够纵情一下啊，那么休闲一下，我觉得就非常好。所以再次感谢朋友的好意啊。那我们就在这个湖滨呢结束我今天在哈里森温泉的一个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啊。路上的风景还有很多，行程还将继续啊，我们下一段行程再见，拜拜。